就是魏哥，我不想影响你拍戏，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你，不然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注意的。我知道你和蓝影帝关系挺好的，可毕竟这个圈子里，万事都要小心再小心。魏无羡心里的恐慌感越来越深，他实在是没耐心再猜下去，直接问道：文宁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直接告诉我就是。电话那头的声音顿了顿，而后再度响起，声音更是小心翼翼道：有人偷拍了你们试吻戏时候的视频，10几分钟前发到群里，我看到后就第一时间去买了，不然传出去了，魏哥你就……不是，我们只是拍戏，谁能拿着做文章啊？魏无羡十分不理解，他觉得自己和蓝忘机一直都是正常交往的，炒作和被黑这种事情，虽说预料过电影上映后会有，可没想到竟来得如此之快。哎，魏哥，你等下，我把视频发你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在接收文件的过程中，魏无羡满心焦急，根本无暇顾及身边的蓝忘机听到了多少。他只知道，一旦有类似绯闻的证据传出去，对蓝忘机的名声会有多大的影响。叮的一声响后，他就急急忙忙点开视频。偷拍的画面并不很清楚，可足够辨认出视频中的两人是谁，因为刚好拍到了他的正脸和蓝忘机1/3的侧脸，再加上旁边有其他人站着，所以可以确定并不在拍戏中。视频里的内容正是两人第一次试拍吻戏的时候，魏无羡屡屡出错，导演过来指导，而后蓝忘机突然捧过他的脸亲吻的场景。魏无羡记得当时的情形，所有人都觉得没有什么，只是正常的工作交流。可这个视频所呈现出来的，却真的是让人忍不住脸红心跳的过度暧昧。他紧紧咬住下唇，在把视频关掉的那一刻，车也停在了酒店门口。一时间，车内二人都静默无言。显然蓝忘机也大致知道了，就算没听全，单凭魏无羡的话语里也能猜出来。蓝湛，我觉得我真的在拖累你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一直待在组里，也少与外界联系，渐渐的也就忽视了最重要的那个问题。等到工作结束后，他们都会回归各自的生活，而他们的生活又恰好是天差的别的。短暂的沉默过后，魏无羡听到身旁的人低声道了句：没有。刚才的电话是温宁打来的，你是不是都听到了？一些。蓝忘机转头，静静看着他隐没在阴影里的侧脸，放轻了声音道：你先回房间，我去停车，别胡思乱想了。蓝湛，万一……魏无羡没有下车的意思，只是盯着手机屏幕。我是说万一温宁没有把这个视频买下来，如果你会后悔接下这部戏吗？因着他没有下车的打算，蓝忘机便也待在原位。闻言后无奈地叹了一声，正想说并无此意，又听到那人继续道：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，但是是一个系。我那时觉得吧，我们俩能力是差不多的，论样貌论成绩，我都不觉得自己比你差，甚至我人缘很好，能讨所有人喜欢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有你很讨厌我，看到我的时候总是冷着一张脸。后来我们都毕业了，理所应当的，你一下子就红了，可我都不知道应该在哪里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。蓝忘机见他越说越激动，急忙伸出手拉住他的手腕，想安抚他的情绪，可他依旧像没听见一样，自顾自地说着：如果杀青之后还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我们就别再见面了吧。最后一句话从嘴里艰难地吐出，魏无羡侧过身去拉车门，却突然被手腕处的力量拽了回去。他猝不及防跌进身后人的怀抱里，似乎还能感受到那人胸膛里温热的心跳。蓝湛，你别再说了。蓝忘机收紧手臂，在他耳边的话语因为情绪的波动已经快要变调，别再说下去了，魏婴，你很好，不可以不见面。近在耳畔的话语直接敲在了心上，近到魏无羡似乎都感觉到了其中委屈的意味。蓝湛，你怎么了？方才他只顾自己一股脑的说话，现在才察觉这人的样子比他更为异常。本来被这人搂进怀里，他并不想挣脱开，可随着箍住他身体的手越发收紧，他实在是快要喘不上来气，才出声制止道：蓝湛，你先放开我，你力气太大了。那双手臂才微微放松了些，可依然没有完全松开。手臂的主人停了半晌，
才低声继续道：“为什么会这样想？魏婴，我说过，没有讨厌你，也没有觉得你不好。魏婴，你很好。”虽然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太清，但魏无羡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面颊控制不住地发了烫。他轻轻移开搭在腰间的手臂，转过身来面对着那人：“谢谢你的安慰，蓝湛。我先上去了，你快去停车吧。”随后立即拉开车门，头也不回往酒店里跑去。驾驶座上的人静静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直到消失不见。他不知自己方才所说的话是否有作用，也不知那人如何理解的。与这人重逢后的每一天，他都无不在自责，若是当初自己能多一些坦诚，如今便不会如此，什么都说不出口了。而魏无羡在一路小跑进酒店大门后，就直接往电梯口冲去，一直到他倚靠在电梯里，脸颊上的燥热都还没能平复下来。他也并非真心想旧事重提，故意让两人都难受，只是他们之间的身份差距确实是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。不过蓝湛刚才的举动，还有那如肋骨般的心跳，怎么都让他觉得太暧昧了，比起戏里剧情简直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了。每当两人做出这些亲密的举动时，他都没有觉得不适，也不知是否是角色的加持作用。总之，他认为自己确实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对那人的感觉了。第二日的拍摄都是单人戏份，所以直到下戏，魏无羡都没有见到蓝忘机。只是这次被导演喊去时，他收到的任务十分棘手，大概就是他的经纪人已经找过这位导演了，除了问关于他的情况，就是戏份调整的事情。无羡，你的经纪人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，出现这样的事是我们剧组人员安排不当，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我知道的，导演。另外呢，他希望能将你和另一位主演的亲密戏份赶紧结束，后期的单人戏份呢，你们就可以分开拍摄了。本来你们各自的戏份就不是同样的景，也不会影响什么。你意下如何呀？导演，您问过蓝湛了吗？如果他觉得可以的话，我没意见。导演笑了笑，道：“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会这么说，所以我才直接问你的。他应该会支持你的意愿的。”那我服从剧组安排。反正是早已料到的结果，魏无羡便坦然接受了。考虑到你没有接触过这种戏，我先给你一份我以前的作品作为参考，你结合剧本练练台词。放心，明天我们会清场，只要你不紧张，很快就能拍完了。好，谢谢导演，我会努力的。下戏后，魏无羡还在片场逗留了一会儿，想等蓝忘机一起。等到另一个组的工作人员都差不多散光了后，他才听工作人员说，蓝影帝在拍摄结束后就走了。他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，看看有没有收到消息，结果却是全无回应。这还是第一次蓝湛一个人先走了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